河北省有一个富裕的村庄，短短10天之内，连续发生了3起车祸，每次车祸死一个人，而且事故都是发生在出村的必经之路上，这让全村的村民们人心惶惶，说什么的都有。有很多人就认为，哪有这么巧的事？同一个路口接连撞死人，还都是年轻的，肯定是有什么鬼鬼祟祟的东西在捣乱。也有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哪来的鬼呀神呀的？你们也太迷信了。反正我是不信。嘿，不信你解释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年没出过事儿，但今年就这么邪门，连着撞车？你一言我一语，这2位争的是脸红脖子粗。看法不一的不只是乡亲们，村委会的领导干部也发生了争论，甚至是有了争执。村委会主任张和就认为，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些接连发生的交通事故肯定是受到了某种人所不知的东西或力量的影响。说白了，他也相信有鬼神作怪。张和有这种思想并不奇怪，因为他的姥姥就是个跳大神的，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巫婆。支部书记王公平听了张和的看法，非常生气。老张，我真没想到，主持村委会工作这么长时间，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了，你怎么还能有这种封建迷信思想？依我看，要么是巧合，要么就是那段路修的有问题。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神呀鬼呀的，你作为村主管干部，可不能也跟着瞎起哄啊。就这样，2个人头一次不欢而散。第2天一早，张和骑上他心爱的摩托车，赶往10里之外的崔家营村，那里是他的姥姥家。张和的姥姥已经90多岁了，耳不聋眼不花，只是牙全掉光了，满口假牙。喊着张和的小名就问：狗蛋儿，你这是来看你姥姥，还是有什么事儿呀？姥姥，我是专门来看您的。瞧，这是您最爱吃的卤煮鸡、龙须挂面，还有槽子糕。另外也的确有点小事儿。臭小子，就知道你无事不登3宝殿，什么事儿说吧。张和就把他们村口10天连续发生3起车祸的事情，以及自己的猜测，向他姥姥讲述了一遍。听完之后，老太太眉头微微一皱：孩子，不是姥姥不帮你，你瞧瞧，我都快100岁了，没那么大力气喽。等会儿让你表哥陪你喝点儿，愿意住就住2天，不愿意住呀，你就早点回去忙你的吧。张和哪有那么容易打发？姥姥的话音刚落，他就哭上了。姥姥啊，你就帮你外孙子这一次吧，要不然的话，我们村就全乱套了，孙孙这村主任也当不成了。您还别说，张和封建迷信虽然不对，但他为了解决他们村的问题，倒是挺负责任。姥姥不答应，他就跪在地上不起来。最后老太太实在没办法，只好排摆桌案，把张和拿来的卤煮鸡和槽子糕加上几样水果都摆在桌面上，点燃了3炷香，开始入定。过了大概有半个小时，老太太就说：去年你们村修公路的时候，挖走了一个蛇窝，那是一个多年的老蛇窝了，你们破坏了人家的家，人家能不报复吗？啊，姥姥，那该怎么办呀？也简单，只要在村子里选个好地方，给人家建一个小庙，他们有地方住了，自然就不再找你们村的麻烦了。对姥姥说的话，张和是深信不疑。他连午饭也没吃，
骑上摩托车就赶回自己村，直奔村支书王公平的家。他要跟王公平商量商量，看看是在哪儿建一座小庙合适。结果王公平没在家，他媳妇说他一早就去县城走亲戚去了。张和边推着摩托车往家走，心里就埋怨王公平：老王呀老王，你说现在全村都人心惶惶的，你不想办法解决眼巴前的棘手的问题，还有闲情逸致去走亲戚。唉。第二天上午，张和一上班，发现王公平早就到了，还一副兴冲冲的样子。见了张和就说：老张，我跟你说，赶快准备准备，今天咱得接待一个人，解决交通事故频发的事情有眉目了。原来啊，王公平有个远房表哥叫李志言，在县交通局当副局长，专门研究交通安全问题。昨天王公平就是到他这位表哥家串门去了。表哥李志言答应今天就来他们村现场勘察勘察，看看这交通事故频发到底是因为哪里出了问题。张和本想讲出他姥姥说的话，可一看王公平整个人既兴奋又激动，话到嘴边他又咽回去了，心想等看看情况再说吧，要不然我俩还得吵起来。上午10点钟，李志言来了，仔细观察事发路段之后，他很快得出了结论：进村路段两旁分别是王五和马六家的菜地，他两家都用上了塑料薄膜保温棚，保温棚有1米多高，太阳好的时候容易反光，会突然影响司机的视线。另外，最近邻村在修路，几个村子的人想进城都得途经这里，车多人也多了起来，所以极容易发生事故。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王五和马六两家拆掉靠近路边的塑料菜棚，但是王五和马六都不同意，因为拆掉菜棚要损失好几万块的菜呀。这时候张和觉得机会来了，将王公平拉到一边。老王，我有办法，你真别不信，昨天我姥姥说了，咱村修路时挖了老蛇的窝，这是他们在作乱，只要在咱村上选个地方给他们盖一座小小的蛇仙庙，肯定一劳永逸，再也不会出事了。老张，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再要这么说，我可要号召全体乡亲们投票罢免你这个村主任啊！最后，王公平打开广播，通过高音喇叭动员全体村民每人捐10块钱，补偿给王五和马六，让他们两家拆了路边的菜棚。王五马六还是不痛快，王公平就说：王五，你儿子不是想参军吗？今年优先让他报名。马六，你不是想承包村北边的鱼塘吗？我去做我三叔的工作，叫他明年让给你。听完这2个条件，王五和马六这2位乐呵呵地答应了。第二天就拆除了路边的菜棚。如今3年过去，他们村再没出过车祸。现在王公平和张和都退下来了。昨天他们老哥俩在饭馆喝了点小酒，张和忽然就对王公平说：老王，你知道为什么咱村后来再没出过交通事故吗？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我英明决策，请来我表哥，找到原因，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嘛。张和神秘一笑：实话告诉你吧，我自己花钱在我家果树地里呀，垒了一个小小的蛇庙，这才保住咱村的平安。我是无名英雄，你知不知道？王公平一听，一口酒好悬没吐出来，张嘴就想骂他几句，可心里一转念，端起酒杯又满饮了一口，然后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老张呀老张，你让我说你个什么好啊？